係嗰網友嗱，呢輪呢，我嘅股票嘅嗰個價值呢係創晒新高嘅嚇，日日都創新高，琴日又創咗新高。咁其中嘅原因呢，我話俾你聽，呢一輪嘅股票係贏我嘅幾個 conviction。呢個第一個 conviction， 美伊戰爭，我唔理佢哋講乜嘢，佢哋點樣打唔到落去，所以呢，一跌呢，我就搏反彈。第二，打完戰爭之後呢，我話俾你聽，我其他兩個 conviction 就油價會持續向下。嗱，呢條片咧，我就會解釋俾你聽點解我認為油價係會持續向下。然後第二個咧就係年尾美國不但止唔會加息，係會減息。呢個係女人要靚咧，其實最緊要就係動靜佳。嗱，我食呢一款韓國 Hancong Life 煥活修護配方，嗱 NNM 推動修復骨膠原蛋白補結構，關節靈活，皮膚緊緻，咁就真係可以凍齡啦。係嗱，呢一套嘢咧就好抵嘅。我講俾你聽係乜嘢咧？未試過減到咁平嘅，250mg 嚇，250mg 食2個月減到722蚊，722蚊嚇，722蚊2個月，而且仲要送乜嘢俾你？送一本名史俾你，送一本名史俾你。如果你一日食250mg 咧，食2個月。如果你覺得仲可以輕啲咧，一日食一粒咧，就食4個月。佢仲有100mg 嘅 collagen， 你唔使食呢個你唔使食 collagen 啦。然後咧就仲有呢個谷胱甘肽嚇，呢個係油市已經變咗天。嗱，我講俾你聽點解油市會跌？呢個就係油市嘅同埋通脹嘅真正嘅大局，冇缺有呢種 situation 啊，庫存增加，需求轉弱 ，OPEC 鬆動，其中一個背後真正嘅原因係新能源嘅取代，呢個就係嚇。嗱，呢個係我哋翻去講啊，2025年啊，其實咧個油已經有剩噶啦，個油價有壓力噶。但係嗰啲黑市油咧就唔穩定嘅，所以咧個油價就冇落到。個庫存全球嘅庫存咧喺增加緊。2025年全球嘅庫存增加咗4億7千萬桶，供應已經輕微多過需求。根據 IEA 數據嚇，路透社引述，2025年全球觀察石油庫存每日增加130萬桶。全年4.7億桶，市場唔係乾塘，市場已經增加緊，個庫存一路增加緊，個庫存唔能夠增加到某個限度嘅，因為擺石油係一樣好貴嘅嘢嚟嘅。好啦，打仗嗰陣時，霍爾莫茲海峽依然未通，風險未散，依然咧間中咧就會干擾下啲船啊，打下伊朗啊咁。但係咧已經係恢復翻一半嘅運量，呢個就係2000萬桶。首先2000萬桶由呢度過，就唔係2000萬桶，2000萬桶有500-600萬桶咧，沙地阿拉伯嗰啲咧就轉咗用個油管去咗紅海嗰度出，阿聯酋咧就有100幾200萬桶咧就落咗用油管咧就落咗去阿曼灣嗰度出。所以咧係爭千零萬桶，而家咧係恢復翻600-700萬桶，而美國係增加咗呢一個係美洲啊，整個美洲係增加咗300-400萬桶。其實而家條數係咁，呢個就係好啦。仲有啦，就係整個供應需求嘅大變啊。其實咧以前咧就靠 OPEC， 然後咧就 OPEC Plus 加埋俄羅斯。佢哋勉強咧都有一個對個油價嘅控制，真正最重大破壞呢個油價嘅咧，就係美國嘅增產。美國啊係個頁岩油啊，係去到呢一個係由呢一個1980幾年嗰時，美國係入口30-40% 嘅油，變咗產出國，變咗輸出國。美國由輸入國變咗輸出國，美國一變咗輸出國咧，成個供求作出重大嘅變化。OPEC 佔嘅比例咧大幅度下跌。
去到呢次之後咧，覺得咧 OPEC 咧已經係冇意思嘅。你係嗰陣時實咪試過油價跌到負值嘅，因為要同美國競爭。美國千幾萬桶，加埋墨西哥，加埋加拿大，係2200萬桶呢個數目。佢係唔理你哋 OPEC 或者 OPEC Plus 點嘅，佢就不停擴產。所以 OPEC 咧就係嗰個控制咧已經係完全失晒。阿聯酋完全心淡，宣布退出 OPEC， 於是佢就自由增產，而家趁油價仲係高咧賣多啲油。沙地阿拉伯減價，點解啊？要同美國有競爭呢個，因為咧你諗下，世界上最需要輸入油嘅兩笪地方，一笪地方就係亞洲，由太平洋運油去日本、韓國、台灣、印尼，係唔係近過中東運去先？喂，一開始咗呢一個碼頭啊、油管啊、tanker 嘅運載咧，呢個來自美洲嘅石油咧係會源源不斷嘅供應亞洲、供應歐洲兩邊，太平洋供應亞洲，大西洋供應歐洲，呢個係一個極大嘅壓力，呢個係。咁而家咧已經供應緊啦，因為早一輪咧就你出唔到油，所以而家佢要減價同佢競爭，呢個係。以前係希望守住個價錢，而家咧係要打 market share 爭市場呢個。結果 OPEC 批准咗8月再提高產量，嗱，而且我講俾你聽下，呢一個本來被禁制出口嘅委內瑞拉嚇，而家已經可以穩定地出口，而且可以話俾你聽嚇，佢每個月都增加緊產能，未必增加得咁快。委內瑞拉一定可以增加100幾十萬桶嘅產能，因為佢以前咧要入啲呢個輕油嚟到溝嘅，溝佢嗰啲重油先至可以生產到出嚟，入唔到啲輕油。而家咧係喺美國嘅石油公司控制之下咧，就出口增加緊。加拿大嘅出口因為個油價高咗，嗰啲油砂煉油咧又大幅度增加咗，成個美國喺度增產緊，而 OPEC 喺度應付緊，呢個就係。好啦，中東受傷嚇，呢個就係我可以話俾你聽，世界上真正大量產油嘅地方2200幾萬桶啊，仲有圭亞那係美國、加拿大、巴西、委內瑞拉、圭亞那呢一個咧係解決咗，大家諗下啦，由中東運油咁樣，本來咧就咁樣去歐洲，咁樣咧就去亞洲，美國咧就咁樣去亞洲，咁樣咧就去歐洲。呢一個不但只係油啦，呢個我哋講緊油啊，天然氣啊，一開始咗先至大鑊啊！天然氣嘅產能咧基本上係無窮無盡。咁啊點解咧？但係咧你要運天然氣咧，點解唔生產咧？天然氣生產出嚟咧，你賣唔到大鑊㗎，你要燒咗佢㗎。咁所以咧，一定係有買家，然後先生產。天然氣嘅運輸咧就好大鑊，要好多 capital investment。而家咧，亞洲同埋歐洲都決定向美國買天然氣，向美洲買天然氣。咁於是咧，美國就會做天然氣管啦，然後將佢液化啦，嗰啲碼頭液化啦。亞洲國家就要有接收液化嘅碼頭啦。成條 chain 一建立咗咧，佢就係源源不斷嘅。呢個就係嚇。大西洋盆地出口，亞洲市場增加嚇，來自呢個美國、加拿大、巴西呢一個委內瑞拉同埋圭亞那嚇，呢個哈薩克亦都增加緊。呢個係挑戰緊中東嘅地位，因為咧佢哋唔中意買中東，因為中東有個地緣政治嘅風險啊嘛。好啦，呢個油太過貴就用少咗。呢個咧我講俾大家聽。當你個油價係由美國係由2蚊美金、3蚊美金去到5蚊美金，天然你就會用少咗，需求破壞，呢個就係個油牌價，工廠減產，貨車減少，航空公司減班，消費者少咗揸車，呢個係
全球石油嘅需求向下，呢個係呢個需求打落嚟，尤其是嚴重嘅喺兩笪地方，一個就係中國嘅經濟唔好，再加埋高油價，中國嘅需求咧就減縮，印度咧係幾乎崩潰。印度咧就原本咧就靠呢一個俄國嘅平油，同埋呢一個伊朗嘅平油，佢平幾十蚊咧一噸，佢幾十蚊一桶，佢咪好着數。結果咧，印度喺美國壓力之下咧，應承咗唔買呢一個俄羅斯嘅油，而伊朗嘅油咧供應唔到，印度係要配給油，印度嘅經濟陷入咗衰退入邊，大幅度減少對油嘅需求。中國同印度兩個就係增加對油嘅需求最多嘅國家，亞洲國家唔再無限量搶油，中國嘅庫存咧好多嘅，佢呢個時候咧就用庫存嚟到應付，印度咧就冇，印度咧就要配給呢個係所以個進口咧就係鋭減，呢個就係，於是對於嗰個石油嘅需求咧就係降低咗。因此個石油價錢咧就下跌，石油需求啊已經過咗天花板啊！呢個係石油嘅需求啊過咗巔峰啦！呢個係點解呢？即係我解釋俾你聽。當你見到呢一個其實咧發電咧就唔係用油嘅，冇乜人用油發電，油好少，咁就係有好少嘅油咧就用天然氣發電咧用天然氣最多，用煤用天然氣作新能源發電咧係去到喺歐洲咧去到3-4成，中國咧去到2-3成，台灣都去到10幾20%。咁於是咧呢個新能源發咗啲電出嚟，而嗰啲電啊就係變咗咧就係唔燒油嗰啲汽車咧就用新能源車。新能源車對於汽油嘅需求已經產生咗一個值得注視嘅變化。中國每年賣千幾萬部呢個新能源車，賣咗幾年，中國庫存嘅車入邊咧已經有20幾30%，即係嗰啲車揸6-7年噶嘛，要講庫存啊嘛。庫存咧 inventory 咧有20-30% 係呢個新能源車，新能源車就用電就用煤，用煤同埋用新能源發電，所以石油嘅需求咧係 substantially lower， 係確實係下跌㗎啦。呢個中國係最犀利嘅，香港都犀利啦。香港嘅新能源車咧喺新車銷路咧，新能源車咧佔咗80幾個%。另外歐洲咧，歐洲而家大概就佔到20% 度。新能源車每個月都減低緊汽油嘅需求，呢個就係，而佢哋係用電嘅，電力嘅來源又係新能源，所以呢個對石油需求嘅巔峰已經過咗，呢個係呢個長期嘅風險對石油嘅需求開始下跌，而嗰啲石油出產國家梗係明白呢樣嘢啦。你會唔會有日跌下呢？啲石油完全唔值錢㗎，咁不如早啲出產啦。呢個就係好啦，庫存咧就頂住咗第一波。呢個就係國際能源公署咧就係叫佢嗰啲屬員咧就係放出4億桶油出嚟。呢個咧係冇計中國。中國咧本身我諗已經放咗億幾桶出嚟，有6億桶掟咗出嚟。佢哋掟咗出嚟咧，唔會即刻補翻嘅，因為咧佢哋會等個油價跌咗落嚟先至慢慢補翻。咁同時咧，我解釋俾你聽，佢哋放6億桶出嚟頂住咗呢個石油短缺咧，嗰啲油儲起咗。你計下喺 tanker 同埋喺嗰啲 bunker 入邊嗰啲油咧，喺呢一個波斯灣咧係有3億桶到嘅。呢3億桶咧，而家一開翻咧就開始倒出嚟，呢個係佢哋係唔會急住補急住補咧，即係自己揾自己笨，推高油價，只會分批慢慢補，
呢個就係，所以反而嗰個石油嘅存貨咧係多咗，因為咧中東嗰啲油咧係儲咗喺啲 tanker 同埋嗰啲oil tank 上邊，而家大量流緊出嚟，呢個就係。好啦，嗱，但係咧咁係咪表示油價一跌通脹就落咧？唔係嘅，有個傳導時間嘅，由原油開始出口，然後咧就去到2個禮拜先至去到汽油、柴油，呢個就係嚇。咁然後咧你就要運嗰啲人咧就用呢啲油嚟到運貨，於是咧就令到超市嗰個貨架啲嘢貴。然後咧就反映喺 CPI 同 PCE 圖表咧，要4至6個月，即係話而家嘅油價平咧，喺9月、10月就會反映到出嚟。所以我認為咧，呢一個 Wash 咧係一定會減息。佢而家咧就冚牌唔俾你知嗰班加弗啊，即係聯邦儲備局董事嘅意向。然後咧佢就逐個去說服佢，因為咧佢喺中期選舉之前咧，佢係一定要減息嘅。呢個咧佢應承咗 Donald Trump 嘅，呢個就係嚇。能源價格傳導有時間差，所以呢一個係依然而家嗰個通脹咧未能夠迅速跌落嚟嘅原因，呢個就係石油世界嘅新平衡。我可以話俾你聽，供應唔再稀缺，需求唔再無限。OPEC 唔再絕對。如果我哋用呢個新能源嘅走勢同埋新能源車嘅走勢嚟講，我可以講俾你聽，石油啊過咗30年啊，冇人再揸任何石油車，石油只係剩翻一種功能，就係愛嚟變咗係石化工嘅原料，呢個係。如果到時咧仲有用發電嘅話咧，絕大部分呢個世界咧都係用呢一個新能源發電噶啦。唔夠嗰時就係用天然氣嚟到補呢個煤咧係會取消咗噶，用天然氣嚟補，有一部分咧用核電嚟補，係30-40年後嘅世界。如果30-40年後冇晒汽油車嘅話，個石油嘅需求有幾多咧？石油嘅價錢咧又平到咧好似水咁樣，呢個係嚇。石油啊係會慢慢咁樣跌落去，呢個係呢個能源革命啊係由發達國家開始啊，英國都去到50%係新能源，呢個係，然後慢慢去到新興國家，解除我哋呢個地球啊呢一個氣候危機，呢個係嚇。所以如果你係有知識嘅嗰啲石油出產國咧，你係盡量可以出多啲咧就出多啲，套咗現變咗個主權基金去投資 AI 好過啦，呢個就係。重點係你要識得叫啲細胞幫你做嘢，食 From Bio、亞精胺等細胞自己識得去打掃抗衰老，核心自然就強。依家只要去俏貓貓超市、實體店或網店就有得買啦。買一盒9折，買2盒7折啦，好平嘅啫，呢隻嘢288蚊。呢個就係最新研究嘅，呢隻亞精胺令你細胞自噬，即係你用16-8食嘢一樣。你食咗亞精胺咧，佢幫助你個細胞自噬，你係要清除咗你身體入邊嗰啲不良因素，呢個亦都係幫你抗衰老嘅。呢個係最新科學研究嚟嘅，阿Sinclair咧有講到呢樣嘢嘅，呢個係特價酬賓嚇，3樣嘢特別推薦嘅，買夠300蚊送本明史俾你，高坑牛肉乾78蚊，呢個日本北海道花魚一夜乾55蚊，呢個咧就好好食，好受歡迎，藍天使蝦298蚊，OK。